操作美股呢，我们需要策略。其实我们人生的规划也需要策略。如果是在2019年之前，有人说台海会爆发战争，几乎没有人认为会发生，包括我。但是经过了这3-4年之后，无论是国内的征兵的情况，还有所谓的农广文广退耕还林停止了很多基建的项目，还有之前封城的预言，还有修改或者增加一些与战争有关的刑法，还有经济上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现在所营造的一些气氛等等，大多数人都不希望战争爆发，但是总是逃避而不做出最坏的打算，其实是不理智的。如果一旦对台湾开战的话，我们在海外还拿着中国护照的人，还没有更改护照的人，将面临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几个必须要面对的一些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资金的问题。如果一旦爆发战争，到时候人民币肯定会暴跌，无法阻止的。很可能在爆发前的1个月就开始跌了，因为总有人会比你我提前知道信息。爆发的那1秒，你再转移资金出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肯定是踩踏式的。看看当时的卢布，在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那一刻，那爆发的那个点，暴跌的那个点，就可以知道。当然，我们人民币可能不会像卢布那样跌得那么狠，那是不是趁现在就把钱转移出国呢？这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其实海外的大部分的银行呢是零利率的，或者是负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海外的中国人其实还是有大部分钱留在国内的因为你就算现在利率降了存款利率降了贷款利率没降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就算是放余额宝1年，就算现在吧，应该2%不到1.8%左右也会有。虽然没有以前多了何况如果没有爆发战争呢？那你出来的钱如果不进行投资增值在美股上投资或者其他方面投资，房地产也好，如果只存在银行里，那迟早有一天会坐吃山空的。包括欧洲很多国家银行也是几乎都是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当然你的汇率损失如果说未来中国经济不太乐观，甚至它人民币汇率继续下跌的话，那你1年的汇率损失可能也不止2%。任何的选择呢都会有得有失，所以这里呢就有个你转出资金的一个比例的问题，就说一定要提前转一笔资金足够你熬到战争结束，因为我们不知道战争爆发之后它到底要持续多久，所以你至少要估量一下你需要的资金，比如说准备个1年或者2年、3年当然希望战争越早结束越好。当然有一部分人呢是不需要操心这个战争爆发后的这个资金问题的，因为他们有海外收入海外可以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人身的安全问题。所谓战争一响黄金万两，有些人的确会发一笔横财，当然那肯定不是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人呢希望能够幸运的熬过战争就算不错了。但如果让我们普通人回国参军那还不至于，毕竟国内人数的这个基数还是很大的。但是国内的亲朋好友的话，年轻人的话，这就需要注意一下了。那会不会出现在海外排华的现象呢？那就要看具体的国家了。但是大部分文明国家还是相对安全的。第3个问题就是所在国的签证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就要看那个时候战争一旦爆发，参与了哪些国家。如果到时候日本也参战在日本的中国人的确可能要面对这个签证的问题。第4个问题就护照问题。战争一旦爆发，海外的中国人还能不能比如
说续护照到期了能不能续啊，或者最极端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干脆取消护照啊，就续护照啊，或者说护照时间压短啊，必须要回国啊。这样的话，大部分人这个处理起来就是比较难了，可能有些人就会选择去一些国家申请难民啊什么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至于，所以我们呢尽量提前呢把这个护照能续呢就续时间长一点，是吧？拿这个护照相对来说总比没有护照好嘛，是吧？能熬过战争的这段时间后，就会逐步好转。第5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台海附近的这个旅行问题。我建议呢，最近这一两年呢，特别是最近这1年呢，尽量不要回国了，或者是去韩国、日本、台湾或者菲律宾旅游了，安全第一嘛，是吧？接下来呢，我们再谈一下最可能爆发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呢，每个人都不同的预言，是吧？有些人说可能今年9月份啊、8月份都有可能但是呢，这个我个人认为呢，是2024年的农历新年附近可能性爆发的几率比较大。这个有可能我的判断也是不准确的啊，这个我也不是神啊，我只是随便说说。其实呢，对大部分人来说呢，最大的问题呢，还是我刚才说的第1个问题，就是资金问题。那些还有很多资金在国内的人总是会想到一些有没有什么对冲的一些措施呢？因为我这个频道呢是不可能离开这个美股的，所以现在呢才讲到重点了。我觉得这个做空这个 YIMM 做空这个3倍做多富时中国 ETF 就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到了现在它这个价位38块多的这个价位，其实现在就可以部署一些做空的筹码，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住你的极限仓位的比例，分批来建仓做空。之前也有人留言问这个极限仓位这个比例是怎么核算的？是不是资金的百分比？其实不是，是持仓的百分比。比如你做空就是你看多市场跟看空市场，假设是4比6你的持仓比如说是10万10万，那4比6，那就是4万跟6万然后呢，比如说百分比的话，其实那个每个证券行大部分都有，它直接就显示了。比如说你操作这一个品种它所占的你持仓的多少，4%啊、5%啊、6%是吧？这极限仓位你自己一定要控制好。其实无论你考虑的多周到，最后可能还是要面临非常可怕的情况，甚至可能是第3次世界大战，甚至是世界末日。这时候有些人呢就跪下来求老天爷了基督徒呢就去求上帝。其实我觉得求的呢都是同一个，就是造物主嘛人最无助的时候就叫出造物主了，是吧？就老天爷上帝当然那个时候其实金钱什么都不值一提了只能说很多方面呢，我也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什么确切的应对策略大家可以留言说说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或者是说说我遗漏的可能发生的更加糟糕的情况谢谢观看。